孕妇看诊摔倒，身为妇产科医生的我及时扶了一把，她却以为我暗示她怀了男孩，趾高气扬的回家大肆宣扬。哪知后来她生下女儿，被亲戚嘲笑，进来医院大闹。要不是你这庸医暗示我怀了男孩，我怎么可能生下这么个赔钱货，丢这么大个脸？你赔我儿子，要么赔我500万。我被孕妇老公打得头破血流，孕妇婆婆还到我家撒泼打滚，向媒体抹黑我收红包不办事，是庸医假大夫。最终医院迫于压力把我停职。我精神恍惚地出门散心，竟被孕妇一家推进河里溺死。再睁眼，我重回那位孕妇来产检那天，再次看到柳如烟，这个毁了我一生的女人，我震惊不已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咬了一下舌尖，清晰的痛感告诉我，我重生了。眼瞅着她扶着个大肚子，脚下一滑就要摔倒，一如前世场景。我一个加速度转过身，背过身假装去拿档案，身后倒地的声音传来，柳如烟立刻哎呦叫个不停。我冷漠的回过头，低头看了下，哟，怎么摔了？说着，我朝着一旁的护士招手，让护士扶她做 B 超，让负责检查的大夫仔细看看孩子有没有摔出什么问题。而我选择继续接诊。这辈子我不想再跟她有任何交集，因为这个孕妇和她全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付她，一切都要按照规章制度来，越冷淡越公事公办越好，稍微热心肠点就可能被他们全家给讹上。前世就因为及时扶住她，免了让她摔跤的好心之举，却毁了我一生。林大夫，柳如烟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没什么大碍。护士回来告诉我结果，我嗯了一声，没多说什么。没想到柳如烟很快扶着肚子走了进来，一进来她便一脸急切地问，大夫，你刚刚还没跟我说呢，我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我没抬头，只是回答道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医生不能透露胎儿性别。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吗？您告诉我，我给你包个红包。说着，柳如烟探向口袋做掏钱状。护士见状立即制止，女士，无论男孩女孩，平安健康就好。柳如烟马上一个白眼甩了过去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我问你了吗？你还当护士呢？这点人情世故不懂，赶紧给我出去。话落，他不由分说将护士强行推了出去。等转过头，柳如烟马上换了副嘴脸，笑嘻嘻地凑过来，把50块钱甩在了桌子上。大夫，您就告诉我吧，我们家对孩子性别非常重视，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无可奉告，回去吧。冷着脸简单回复一句，我按呼叫铃喊下一位就诊患者。然而听我这么说，柳如烟居然快走几步把门给反锁了。她扭头指着我便骂，让你说一下孩子性别，又不是要了你的命，我花钱检查了，凭什么不告诉我是男是女？我漠然地看着她，法律规定，你能懂吗？透露胎儿性别是犯法的。那我花钱了，你把钱退给我，我去找能说的人看。这位女士，你检查的项目是孩子健不健康，不是性别。想退钱，您可以向院方领导反馈，别找我。我是医生，只管看病，不管收费。我管你那么多呢，我花了钱就是上帝你赶紧的，要么退钱，要么告诉我孩子是男是女。柳如烟张牙舞爪，说着就想绕过办公桌来揪我衣领。我一只手护着胸前衣袋里的手机，另一只手已经干脆利落地拨通了桌上座机的快捷键，任由他揪着白大褂，没有反抗，只是一脸冷漠。医院里有监控，这位患者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将被记录下来，请你注意言行。我呸，老娘才不怕呢，你这就是黑店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他的手还是不由得松了下来。下一秒，接到警报的保安已经从我身后治疗室那一侧的门冲了进来，警告柳如烟不要医闹，因为她是孕妇，他们不敢直接动手。见有人冲了进来，柳如烟忙松开了手，却依旧不依不饶。什么狗屁医院，花了钱白花吗？还有你，就你这样的还当大夫呢？刚刚我都摔倒了，你连扶都不扶一下，你还是不是人？说着，他一把抓起桌上的矿泉水砸到了我的脸上。保安见状立即把他围住，环报了警。我只暗自冷笑，上辈子我是扶她了，结果这个女人居然觉得我扶她是因为她肚子里是男孩，金贵。她觉得这就是某音段子里来自医生的暗示了。回家后，她立马大肆宣扬说家里要有后了，甚至宴请宾客，大肆收取红包，提前就把未来祭祖的满月酒给办了。可孩子出生后偏是个女孩，她被不少同样重男轻女的亲戚嘲讽，为个赔钱货花搞那么大场面，那么多钱。柳如烟为此十分懊恼，而这一切最终被她归咎在了我的身上。她说要不是因为我暗示她，那赔钱货她压根不会生下来，更不会被人嘲笑。这何其可笑，她的脑补却要我来承担责任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放开我老婆！警察还没到，去1楼拿药的柳如烟的丈夫刘大强闻声而来，见老婆被围住，他扔下塑料袋，跑过去一脚踹在其中一个保安的腰上。
保安一个前扑，还差点撞到被围在中心的柳如烟。柳如烟被吓得失声尖叫。医院大厅登时热闹了起来。柳如烟这个老公性格激进暴躁，属于没长大的孩子心性。上辈子柳如烟来医院闹，说我暗示她孩子性别的时候，我曾试过跟刘大强沟通。毕竟孕妇怕被长辈责怪重男轻女，压力大，加上产后抑郁，可能导致了精神崩溃。要是能说通她，这场乌龙医闹也能消弭。可没想到，刘大强上来就是一句：“不是男孩你服什么服？早知道是女孩，我就应该让她在肚子里摔死，不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玩意儿，我要她干啥？”当时我实在无语，转身要走的时候，他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，竟往我下3路招呼。他边打还边骂：“我没儿子，你这辈子也甭想有儿子。”后来保安赶到将其制服，准备报警抓他。柳如烟见来真的了，害怕了，扑通就给我跪下了，求我放他们一马，说知道错了。谁也不知道，当时围观的人群中，柳如烟的婆婆混在其中，正拿手机录着像。打我的时候，老太婆没录，她儿媳妇一下跪，马上就开始录了。院方找到我说，如果没什么伤的话，尽量不要追究了。如果被他们添油加醋发到网上，会很麻烦。毕竟这个社会，那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甭管有理没理，弱势的一方一哭人家就有理。我虽然觉得憋屈，却也只能答应不追究。可没想到，让步并没有换来他们的良知，反而害我丢了一条命。这辈子我偏要寸步不让，非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刘大强冲到柳如烟身边，守在她旁边，握着拳头在空中挥舞。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敢欺负我老婆，我弄死你们！草星号星号！柳如烟哭哭啼啼的用手指向我，吐槽道：“老公，刚刚我进屋的时候差点被绊倒，那个大夫连手都不伸一下。”刘大强顿时慌了，急忙问：“那我儿子没事吧？”“啊，检查过了，没事，没事就好，儿子没事就好。”“王八蛋，你怎么做大夫的？摔倒不知道扶一下？我儿子这是没事，如果出事，我把你皮扒下来。”附近围观群众已经很多，我不可能就这样被他污蔑指责。我当即反驳道：“他摔倒的时候，我正转身去拿档案，好好的，我怎么知道他会摔倒？我是人，不是神，放屁孕妇进去检查，你们不应该派人全程保护吗？”我冷笑反驳：“你见哪个患者是由医院派人保护的？孕妇就诊，你这个当爱人的不应该全程陪同监护吗？”此言一出，围观群众纷纷指责他，就是当老公的真放心让孕妇一个人就诊啊？本来就没理，还在这儿瞎嘚瑟，像个脑残一样。我看啊，这已经算是医闹了吧？这不耽误我媳妇看诊吗？那肯定的，医院都报警了。对这种人就不能惯着，明显是没事找事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听了群众的话，觉得自己理亏，怕了。刘大强骂了群众几句，拉着柳如烟就准备走。保安见状，赶紧挡在了前面：“这位先生，你不能走。”刘大强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凭什么不能走？你老婆试图攻击林大夫，还拿水瓶砸人，你也打了人，等警察来了以后再说。用水瓶能砸死人？你们是泥做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跟你交流，警察马上到了。我他妈偏不听你们的，你们谁敢拦我，我就打谁。”刘大强想闯，被保安拦住后，立即挥拳打人，结果被4个保安联手制服，按在了地上。旁边的围观群众拍手叫好，有一个人却拿着手机正在录像。我抬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柳如烟的婆婆。这老太婆跟上辈子的操作一样，不录全程，只录对自己有利的，把操控舆论玩得明明白白。上辈子柳如烟一家翻脸赖上我后，她婆婆就跑到我们小区闹，逢人便说我收红包，说庸医害人，行医资格啥的肯定都是假的，说我连孩子男女都看不出来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原本我这件事准备在医院里消化，被她这样一闹，小区里的人都知道了。我每次下班路过人群，都能发现他们看我的异样眼神。老太婆说的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说我收红包了，大家就信了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为这事儿我环报过警，但因为实质性影响不大，加上老人年纪大了，警方也只能给予警告，不能做什么处罚。可这却成了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因为柳如烟的控诉和刘大强不停地去医院闹腾，医院怕影响进一步扩大，只能将我停职。这以后升职加薪别想了，职称还能不能保住都两说。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家里，因为太闷了，我准备出去走走，就看到一些不明真相的邻里对我指指点点。没办法，我也不出门了，就只能在家里窝着。久而久之，我患上了轻微抑郁。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感觉再这样下去有可能导致自毁心理，就趁晚上偷偷去河边散心。精神恍惚之余，柳如烟一家却突然出现，指着我骂。纠缠之间，他们合伙将我推进了运河里。
不赔钱就去死！我在水中起起伏伏，他们3个却在岸边看着，笑着。我死不瞑目，所幸我还能重来一次。人群中，柳如烟婆婆不动声色，拍得正起劲儿。前世她在某音发了柳如烟给我下跪求原谅的视频，一个孕妇当场被逼得下跪，多好的新闻素材！所以这事儿很快就闹出轩然大波。至于在那之前刘大强下死劲打我的起因，却无人在意。现在乔老太婆这样，不用猜就知道，肯定是在拍他儿子被几人联手摁倒的画面，想借此发去网上大做文章。但是没关系，这次我不怕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警察来了，保安放开刘大强。刘大强从地上跳起来，青筋绷满了脸，草心号的等着，等我下次来全踏马给你们捅了。住口！2名警察同志板着脸靠上去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刘大强明显有些慌了，但嘴依旧很硬。凭什么？刚刚你们没看到吗？是他们打我，我被打了。警察同志不听这个，伸手就要去拉他。柳如烟哎呀一声，耍赖似的挡在了老公的前面，一屁股坐下了。没天理啊！怎么都这么欺负我们穷人吗？我们就是来看病，结果被打不说，还要把我们抓进去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？你们大家快看看啊！穷人被压迫、被欺负的都没有活路了。围观群众比声不断，斜着眼看着他们。发生的啥？这些人全部看在眼里了。他说那些一点同情心都拉不起来，但她终究是孕妇，警察也不可能上去来硬的，就侧头问保安具体情况。保安将事情经过说了，警察表示了解，转头看向我，林大夫，您被水瓶砸到头了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，我回答得很干脆。柳如烟一听，马上瞪着眼看过来，一瓶水能砸死你吗？我没搭理他，跟警察说道，这位女士做完检查，想询问胎儿性别，被我拒绝了，这就是她用水瓶砸我的原因。警察同志们顿时变脸，水瓶确实砸不死人，但是柳如烟的出发点却很恶劣。柳如烟紧接着狡辩起来，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问你性别了？我们家提倡男女平等，你别污蔑我。我砸你是因为我刚刚摔倒了，你连扶都没扶一下，都说医者仁心，你那心是牛屎做的吧？哎呦，说完他就捂着肚子露出痛苦的表情，肯定是刚刚摔的，我要告你们医院，告你们见死不救，告你们的地面不平，必须赔钱。见他这个样子，我淡淡道，既然如此，警察同志，除了人身伤害，我还要告他敲诈勒索。我打开诊室的门，指向屋顶角落，诊室有监控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，记录得很清楚。许队长，麻烦去监控室拷贝一份出来交给警察同志，以方便我们后续维权。保安队长冷哼一声，马上就走了。柳如烟和刘大强都吓坏了，两人爬起来就准备跑，但是警察怎么可能让他们就这样离开？看样子你刚刚全是说谎。我没说谎，柳如烟还在胡说八道。警察同志厉声说道，请想清楚再回答，否则你可能涉及敲诈勒索、诽谤污蔑，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懂不懂？柳如烟吓得一哆嗦，我是孕妇你就这样吼我？我们只尊重懂得尊重的人，而不是凭着孕妇的身份胡搅蛮缠的人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叫好。柳如烟和刘大强都快钻地缝里去了。警察在问林大夫刚才说的，你们承不承认？不承认就当场看监控。承认。既然承认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接受调查。2名警察同志把他们夫妻俩带走了。刚走出去没2步，柳如烟回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听不清楚，但大约骂得很脏。人群中，柳如烟婆婆也咬牙切齿地偷盯着我，很久才离去。我默默看着3人背影，低声道，我等着你们。果然，当晚他们就出招了。晚上一通电话打了进来，这电话号码我都快倒背如流了，是柳如烟的。上辈子事情发生后，她要我赔偿她500万，每天10几个电话骚扰我，威胁我，拉黑后就换号打，报警都没用，抓进去教育一番后出来继续骚扰。现在打电话来还能说啥好话？直接挂断，不接。后面电话又来了几次，我给拉黑了。第2天刚到医院，诊室外我就见到了柳如烟夫妻俩，他们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。林大夫，您看昨天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太冲动了，今天是特意来跟您道歉的。用不着。我打开诊室门，开始接诊。他们夫妻俩也不走，就在诊室里面站着。患者进来后，我对他们说，没别的事请出去，请不要干扰我看诊。刘大强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这很符合他易怒的性格，但他还是咬咬牙出去了。我知道他们应该是想获得我的谅解，不然真留个案底很麻烦。等患者走了，他们马上又钻了进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放在了桌子上。我审视地看着他们，屋顶有监控，我可以告你们行贿。别，林大夫，我们就是想补偿一下你，毕竟我们昨天做的太过分了。我不需要补偿。我面无表情。刘大强轻咬牙齿，
柳如烟赶紧往后拉了一下他，尴尬地问我：“林大夫，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谅解书？”“不能，我会公事公办。”“别呀，林大夫，我们还年轻，万一留下案底，孩子就完了。你是成年人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我们知道错了，这不想用钱补偿一下你，求你了，好吗？”柳如烟作揖，满脸恳求。我面无表情，按铃叫下一个患者。终于，刘大强忍不住了，怒拍桌子：“草心号的，你装什么装？当个大夫了不起吗？你是不会下班还是什么？出了医院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狂？你威胁我吗？”“我威胁你怎么了？”柳如烟吓得赶紧推他：“别说了，对不起林大夫，他太冲动了，对不起没有用。刚刚他威胁我的话都被记录了，我会马上跟警察备案。”“备你马呀！刘大强要上来抓我，我全程不动。”柳如烟作为一个孕妇，硬是把刘大强给拉走了。我则立即报警，把情况告知给了警察。当天，警察告诉我，数罪并罚，两人都将被行政拘留。柳如烟8天，刘大强15天。虽然如此，但我很清楚，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结束，因为柳如烟的婆婆全程没出现过，而且以刘大强的性格，从里面出来后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事情，可能比上辈子还要激进。不过我不后悔，我上辈子被他们一家人毁了，还横死在河里。这辈子如果有机会，我将反过来毁掉他们的一生。我也在等着他们。2天后，在诊室内来了一名不速之客，一直没出现的柳如烟的婆婆来了。她装成患者，装作很慈祥的样子，坐在了椅子上。“林大夫你好，我最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听说您医术高超，能不能麻烦您给我看下？”“谢谢了。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大概能猜出来，无非是想找机会害我。他以为我不认识他。我不动声色，让柳如烟婆婆叙述一下身体情况。她把提前准备好的台词讲了一遍。我按照正规流程，根据她的描述给她开了检查单。下午，她拿着检查结果来了。我看了一眼，神情顿时凝重。而柳如烟婆婆满脸期待地看着我：“怎么样，林大夫，结果怎么样？”我看着 X 光片，余光却瞥见她藏匿在口袋里的红包露出了一角。跟我说话间，就把红包揪了出来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扔在了地上。腿动了一下，大约是把红包踢到了桌子下头。我默不作声，看着他将手机切换了角度，镜头朝下，大约正对地上的红包。过了片刻，又很自然地把手机别扭地拿着，镜头朝我。很明显，这是准备录下我和我们的对话。我心中冷笑，这准备的还挺充分。“林大夫，很严重吗？您怎么不说话？”我放下光片：“阿姨，你自己一个人来的吗？”“对，孩子们都不在家，没事。有啥情况你直接说就行了。”“这样，你看这里的阴影，疑似肿瘤，做个核磁再确认一下吧。”柳如烟婆婆顿时目瞪口呆：“什么？肿瘤？那不就是癌症？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，这部分阴影很大概率是肿瘤，不排除恶性的可能。”“哦，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癌症。我给你开单子，尽快做个全面的检查吧。当然，你也别担心，也可能是良性的。”柳如烟的婆婆双目无神，差点从椅子上跌下去。她随即用手赶紧扶住桌角，盯着我的眼睛问我：“怎么可能？”我身体情况一直很好，我面不改色，心中却很惬意，恨不得大笑出声。谁说祸害1000年的？这老东西的报应不是来了吗？但面上我却依旧凝重：“阿姨，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您看是不是通知子女一起来看看，出结果以后尽快治疗？”“你放屁！”他怒了，失态了。装了那么久的慈祥，这一会儿瞬间崩塌。“我看你就是庸医，胡说八道，你才癌症呢，你全家都癌症。”我淡淡的把片子递给了他，我没说一定是，只说让您深入检查一下。“阿姨，我们医院在这方面的诊断还是很权威的。”“权威个屁，你们医院都是吸血鬼，王八蛋！”他把我桌子上的物品全部推到了地上，站起来骂我：“我儿子儿媳妇就是你害的，现在你又准备害我，我要告你，告你胡说八道，告你恐吓。”气到了一定程度，他开始自爆卡车。我嘴角微微勾起，一脚踢出桌子底下的红包，指了指：“这地上红包是你落下的吧？别忘了拿走哈。你儿子跟儿媳妇试过这一招，已经进去了，你也想跟着去吗？”老太婆低头一瞧，更加恼怒：“你个庸医，你咒我老婆子跟你没完！”此刻，外面的患者听到里面有吵闹的声音，已经围了过来。刚好我们科主任也来了，他连忙过来询问怎么回事。我想说话，不成想被柳如烟的婆婆抢先一步跑到门外。她神情激动地喊道：“你们找的都是什么医生？我身体好好的，他居然说我癌症！”科主任看向我，我把他的片子递了上去。科主任一看，顿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硬是把柳如烟的婆婆拉回了诊室，语重心长地跟她说：“
阿姨，建议您做个核磁共振，再仔细确认一下。得到这种话，柳如烟婆婆再怎么胡搅蛮缠，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对。她哆哆嗦嗦的半天没说话，半晌，她谩骂了一声后离开了医院。然后，她居然把我们医院给告了，告我们误诊。传单到了的时候，我和科主任大为震惊，找人打听了下才知道，那天他离开医院后去了一个小诊所找郎中看了片子。郎中说没事，医院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想私下里跟他说清楚情况。怎料已经出来的柳如烟和她婆婆油盐不进，指着我们的鼻子骂：医德没有，连医术也是假的。我妈身体一直很硬朗，你们居然说她癌症。科主任苦口婆心劝，小诊所的土郎中不能信。你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进一步检查，尽快入院治疗。滚滚滚，我们不听你们的，滚蛋！还有你这个姓林的，让我们有了案底污点，以后儿子考公都受影响。我老公到现在还没出来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还没完，我已经没了耐心再听这些废话，招呼科主任走人。科主任叹口气，没办法只能离开。后来科主任应诉，跟法院说了实际情况，可他完全低估了柳如烟一家人的执拗。即便法院派人上门劝导和解撤诉，人家也不听，说什么都要起诉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科主任这下也不管了，把问题直接抛给了法务部门。半个月后开庭，我作为医院方的证人出席了现场，对方一家三口全来了。刘大强看起来怨气不小，一直死盯着我，我毫不躲闪地正对他的目光，直至法官宣布开庭。原告先叙述了情况，说完后开始谈诉求，竟是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失50万。这种狮子大开口，宛若敲诈的金额，法官听了都没忍住抿嘴笑。柳如烟一家再怎么不服气，也不敢在法庭上说什么。轮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把正常接诊检查的资料呈上去，并聘请了一位子宫颈癌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，请他叙述柳如烟婆婆的病情。专家以客观的语气说清楚了情况，与我们当初的判断大差不差。接下来就简单了，只需做一项核磁检查，就能确认医院到底是不是误诊。然而法官安排下来后，柳如烟一家当场不干了，怎么还是要做核磁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告他们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如果想做，当天就做了，还需要等到今天吗？我反问道，不做核磁，你们怎么证明我们医院误诊？我们有诊断证明。柳如烟把那个小诊所手写的诊断证明拿了出来，人家是老中医，摸摸脉就知道。跟他讲话我都感觉降智。咚咚咚，法官敲锤，肃静。最终法院裁定，医生只是依据现有的 X 光片陈述了结果，并没有明确说明柳如烟婆婆真的得了癌症，只是让他们进一步进行检查。最终法院裁定院方医疗程序没有任何问题，随即宣布休庭。出门后，刘大强追上我，姓林的，你他妈的咒我妈死是吧？我们这就去做核磁检查，回头确认我妈没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连看都懒得看她，更别提说话了。上了车便离开了现场。柳如烟一家人去别的医院检查了，核磁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子宫颈癌，考虑晚期。这下甚至不需要再开庭了。柳如烟一家这下崩溃了，四处寻医。奈何当初问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了，我们医院在治疗癌症这方面算是很权威的，附近的县市也只有我们一家，所以他们一家走投无路，还是回来了我们医院。被通知住院的时候，他们明令表态，主治医生一定不能是我。我听完那叫一个欣慰，那感情好啊。可偏偏我们科主任外出学习了，除了他，科室最厉害的大夫就是我。医院给柳如烟家属做工作期间也跟我通气，让我放宽心，不要计较。作为医生，我即便不愿意，却也没有拒绝看诊的理由。而柳如烟一家在得知没有选择权的时候，居然也同意了。柳如烟和刘大强威胁我不要公报私仇，否则一定要我好看。我连话都不说，只管做自己的。安排他们做了术前的检查后，却发现已经不具备手术条件，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。看来老天爷也让老太太死。我把情况告诉给了医院，让医院传达。不成想到了柳如烟一家人那里，成了我见死不救，并威胁医院必须做手术，还必须尽快做手术。在提前告诉他们手术有风险，可能下不来手术台的情况时，他们还是坚持。结果不出意外，柳如烟婆婆死在了手术台上。这下柳如烟夫妻俩果然暴走，大闹医院。其实科主任关键时刻要外出学习，我就知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命中中有此劫。不过此劫难跟上辈子相比不值一提，我有足够的把握打击一切不公。我等着他们来医闹。没多久，柳如烟挺着大肚子，跟老公把灵堂设在了医院大厅，拉着白色横幅，上面写着庸医害人，还我妈一条命。他们在医院烧纸，在医院哭丧，把医院弄得乌烟瘴气。
医院领导十分重视，聘请了专家组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调查，甚至还把手术视频拿出来回放，不放过任何一帧。得到的结果是一切医疗措施均符合规范，甚至专家组还夸我手稳。但柳如烟夫妻俩根本不承认这个，收到调查报告后直接撕得粉碎，在网上隔空喊话骂我是杀人凶手。因最近医疗体系出现的问题较多，加上一切不明真相的人拍摄视频有伪眉头的，导致事儿在网上后引发了轩然大波。键盘侠直接判定医院有罪，判定是医疗过失，骂我是杀人凶手，还主张吊销我的资格，让医院承担天价赔偿。上辈子因为说不清道不明，医院选择避其锋芒，但这一世我们有非常完备的视频资料各项证据，可谓是硬气的不能再硬气了，所以他们选择力挺我，在官方账号连发几条声明，还把专家评审结果放了上去。部分网友冷静了下来，但大部分还是持观望状态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医院背后势力非凡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。另外，柳如烟也终于出来推波助澜了，她把她婆婆之前拍摄的视频放了出来，就是刘大强被保安按在地上的那一段。视频经过剪辑的，刘大强被保安制服，按在了地上。乍一看，这妥妥地是在欺负底层百姓。很自然的，趁着热度，视频爆火，与整个事件联系起来，医院就是十恶不赦，致死了人，还把人无尊严的按在地上。所以医院被推上了更高的刀山火海，甚至惊动了卫健局。卫健局成立调查组来医院驻扎调查，而我早已准备好了反攻的资料。这些资料早800年前我就准备好了，我等柳如烟开口咬人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这一切都是我故意为之，我就是要让他高高跳起，再重重落下。趁着热度最高的时候，我把那天医闹的全程录像放了出来，不光有外面的，还有诊室里柳如烟跟我询问男女胡搅蛮缠的。医院有监控，我手机也录下了全程，不光有视频，还有文字描述。不光有文字描述，还有警察叔叔开具的结案说明、拘留通知。短短2个小时，风向变了，网友们几乎180调转阵营。柳如烟发的视频里，顶部点赞高的评论全部都成了骂他的，差点就被你骗了，你这种人怎么不下地狱？拿着一个剪辑后的视频来骗人，带歪这么多人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医闹，这是妥妥的医闹加敲诈，不能问男女性别，是个人都知道吧？日你哥摔倒还怪人没扶着，还怪医院没有派专人看护，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？人家正常诊疗，你这就是放赖臭不要脸。就是因为这种医闹的人多了，搞得医院凡事看病都是可能也许建议，从来都不敢说准话。同意楼上，老子上次肝出病了，医院就只管治，不告诉原因，只说了800种可能，那我特么下回咋注意避免再复发啊？都是这些医闹害的，诸如此类的评论数不胜数，早就盖过了之前力挺的声音。柳如烟和刘大强瞬间陷入被动，被骂得狗血喷头。这边医院也趁着舆论，联合警察叔叔把医院里面的灵堂妥善拆除。拆除当天，柳如烟和刘大强死拉着不让，哭天喊地，旁边站满了闻讯而来的吃瓜群众，大家围成圈，指着他们的鼻子痛骂。最终，柳如烟夫妻俩被强行带离现场，完成了拆除工作。后续警察对他们进行了警告教育，但是效果微乎其微。这两人似乎认为已经有污点了，多加几条也没关系，就死赖在医院，谁来看病就骂谁。显然，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医院正常经营。柳如烟夫妻俩喜提2进宫，这是医院，又不是商场，该到这看病的也不会因为他们骂2句就换一家了。尤其是他们的名声已经臭大街了，没用。但柳如烟怀孕在身，且临近生产，她进去当天就被放了。可世事弄人，就在她被释放的当天，在来医院准备继续胡搅蛮缠的路上，因不走人行横道闯红灯被撞了，司机是倒了血霉。我们医院出动救护车，把人拉到医院的时候，人就已经不行了。我和科主任紧急进行手术，但回天乏术，柳如烟还是死了，一尸2命。情况特殊，刘大强被破例释放回来操办后事。他来太平间领尸体，在里面哭的声音又尖又刺，吓哭了好几名护士。因知道他的为人，且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牵挂，院领导提议让我出去度假一阵子，别回头被报复了。我同意了，毕竟度假的机会可不多。但谁能想到，我下班刚出医院，就看到刘大强蹲在花坛旁抽烟，旁边放着一具裹尸袋，隔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里面的尸臭味。见我出来了，他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，狠狠地碾灭了烟头。门口保安见状，拿起了防爆装备，一左一右站在我的身边。刘大强并没有朝我走过来，只冷冷盯了我一眼，随后弯腰拽住裹尸袋，一个用力背了起来，转身走了。裹尸袋里面的血水呈线一般往地上流。林大夫，你可要小心点啊！保安战战兢兢地提醒我。我点了点头，上车回家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时不时的就看后视镜，观察后面的情况，没发现任何异常。我暗自笑自己是不是太紧张了。摇头之际，突然听到后方有汽车油门加速的声音。通过后视镜，发现一辆车正朝我急速驶来。我家住的偏僻，这时候也不是高峰期，因此路上车辆极少，而追逐我的汽车几乎是直线加速，大有一副要撞我的意思。我连忙狠踩油门，拉开了距离。我们始终保持50米左右的距离，车辆性能像是全都达到了极限。可马上就要过弯，我只能减速。不成想后面的车完全没有减速的意思，像是要跟我同归于尽。他的汽车狠狠地撞在了我的车尾上，我的车身疯狂晃动，外侧2个车轮几乎离地，推着我行驶了近100米。过弯后，我立即加速，才远离了他。不知不觉间，我感觉自己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湿，整个后背凉飕飕的。我赶紧一边开车踩住油门不放，一边呼叫小爱同学，让他帮我打电话报警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我忙说清楚了情况和所处地点。警察告诉我尽量跑直线，他们会在下一个路口设卡。我刚答应下来，却猛然发现油不够了。明明上午才加的油，现在油表却已经闪灯报警了。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油箱被动手脚了。我透过后视镜查看地面，发现后头地面上隐约有一条长长的水线。完了，姓林的，我今天要你偿命！因为缺油，我的车速急速下滑，被后面的车赶超。他与我并行，放下车窗，正是柳如烟的老公。他脸上露着诡异的笑容，衣服上还有尸体的浮水，而裹尸袋就被他扔在副驾驶位上。我气性也上来了，朝他大喊：“你扪心自问，这一切的事儿可不是我找的吧？你妈癌症，那是她真有病；你老婆被撞，那也不是我撞的，你凭啥要我的命？我他妈还觉得冤呢，我就给你媳妇看个病，怎么就要偿命了？”刘大强却丧心病狂怒吼：“放屁！如果开始你就告诉我们孩子是男是女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的事。我现在妈死了，妻子死了，孩子死了，那都是你害的，你就得给我死！”说完，他一转方向盘撞在了我的车头上，我的车顿时失控，擦着旁边的护栏直冒火星，洒下来的汽油也大有一副被点燃的样子。我连忙扭动方向盘，与他的车再次撞在了一起。面临死亡威胁，我的大脑早已经一片空白，想的只有一件事：跟他干，死过一次了，怕个球！我生平第一次怒吼，但却狠狠踩下刹车。降速的瞬间，刘大强车身瞬间撞向我前头的栏杆，由于惯性，我的车依旧顶住了他的车身。刘大强的车直接一个侧翻，连着滚了好几滚，直接冲破护栏，掉进了下头的运河里。我的车也失去平衡，翻了车，但幸好没掉河里。等警察赶来，将我从车里拉出来，刘大强的车已经沉了。我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受了点轻伤，而刘大强却早已被溺死。被捞上来的时候，他眼球外凸，死相凄惨。裹尸袋里面，柳如烟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露出来了，同样睁着惨白的眼睛，把负责打捞的那几个人吓得差点把裹尸袋又给扔下去。等到了警局，警察查看了我的行车记录仪，给我录好口供，便让我回家了。但是不能离开本市，随时等候传唤。我答应了，颤颤巍巍地回到家，倒头就睡。这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，而即便睡觉，脑中那个恐怖的场面也一直挥之不去。但一切也算尘埃落定，我也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死劫。事后不出意料的，我被判定为正当防卫。休息了1个月，我逐渐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，正常回医院上班。未来我只会好好生活，珍惜此生。